今年夏天的车路旅行，我们来到美国的冰河国家公园。这里有着世界著名的景观公路，超过1000公里的步道，壮观的冰河地貌和湖泊，野生动物的天堂都在冰河国家公园里。就跟着我们用1周的时间去探索吧。这里对面就是美国了。是个很大的 campground。我们今天来到了这一个营地呢，本来是想要订国家公园里面，但是今天是假日，礼拜6，所以没有任何一个营地，还蛮清幽的，还不错。明天我们才会真正的到国家公园里面的营地，是叫 St. Mary。今天又下雨了。新竹肉燥米粉，配上这个景色，今天的营地呢，前面那里就是湖边。我们洗了很多的衣服，你会发现这边都没有洗衣店，但是好像开始下雨了。哇哦，这个是进国家公园的入口。我们昨天在游客中心研究了很久，我们这几天的路线。我觉得 Glacier 里面其实还蛮复杂，因为它有很多区，像 Many Glacier 目前现在在维修，目前是只能搭 shuttle bus 才能进去的，然后那个还要预约。然后像 Logan Pass 呢，它停车场听说5点就满了，所以他们也是建议搭 shuttle bus， 但是这个 shuttle bus 就是不用预约的，只要在游客中心，就它有几个点都可以在外面排队，然后半小时左右就有一班，从8点一直到下午5点半。所以我们等一下就要在这个 St. Mary 的游客中心这边搭 shuttle bus 过去。这个游客中心外面的停车位其实也有限，所以还是要早一点来停车。然后这个游客中心呢，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它还有2个充电柱，虽然只有2个，但是帮助就很大了。这次我们要在 Glacier 待1个礼拜，我们已经订了5个晚上的营地，就是3天是在 St. Mary， 1天是在 Avalanche， 1天在 Ephrata。那这一次可以订到营地，其实还蛮幸运的，因为真的很难订，所以我就每天看有没有新的出来，或是有人退掉的。来煮咖啡，这是在停车场做早餐的概念。好多人排队的，感觉已经满了，所以我们是下一班了，总共塞了44个人，但还好，就等一下15-20分钟就来了。建议大家可以搭接驳巴士，就不用担心停车问题，也可以好好欣赏风景。Going to the Sun Road 这条公路是全美最著名的高山景观公路之一哦，全长有80公里，横贯了冰河国家公园。坐了快50分钟的车，蛮好睡的。终于来到 Logan Pass， 沿途其实还蛮多车都会停在路上的。你说早上几点就满？5点就满了。停车场也蛮大，但是真的很快就满了。这游客中心出来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步道哦，这好壮观哦！这个步道还蛮简单的，来回大概4公里而已，然后有很多这个阶梯可以走，超壮观的。Hidden Lake 是冰河国家公园里非常受欢迎的步道，全程约5公里，湖泊被高山环绕着，湖水非常的清澈，夏天湖畔还会有野花盛开，而且还可以看到超可爱的山羊。哦，好 Q 哦，是2只哎，好可爱哦。山羊妈妈决定回去找她的小孩，因为它都不走。要走出来了，好大只的感觉，这是大角羊又出现了。但是我觉得这条步道比想象中走的还要久哎，因为太美了，会一直停下来。它其实才4公里啊，但我们还没走回来。我应该走了1个多小时了吧？看到好多只的山羊，好可爱的。但是这边山羊的数量好像也在减少中，所以他们要保护它们。这湖也太美了吧，一直想要拍。大约走了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看到这个超级美的 Hidden Lake 啦。
看到湖之后，如果体力还 OK， 还可以继续往前走。走下去来回需要3公里，因为沿途都是下坡，所以回程都是上坡，会非常累。但是可以更近距离的看到湖水哦。只是上来会很累，因为我们现在都在下坡，这个步道超级推。这个越走下去越漂亮，但是还蛮累的。我们决定到刚刚那颗大石头拍完照之后，我们就要回头了，因为我们回去还要搭那个 shuttle bus， 还要排队。走上来的确累，但我们只走到不到一半。就回头是屁股吗？白白的啊，我只看得到白白的。站在很远的悬崖上，这条步道真的非常推荐。回程。天哪，好多人排队！天哪，看起来有50-60个人吧。这个就是假设你可以很早来，那你就有位置可以停，就不用搭 shuttle bus。但是我们就是起不来的人。在这里，这里就是可以放帐篷的地方，但我们睡车上就不需要这个。今天晚餐煮咖喱，然后我们会在这个营地待3天。它就是有一个车道的感觉，然后它又不会占用你的营地的空间。明明有野餐桌，但是我们就选择了这个小桌子，因为电池在车上很重，不想拿下来。现在要等7点，要抢一个 shuttle bus 的票，一个叫做 Many Glacier 的区域，然后里面有一个很厉害的步道叫做 Green Nail。现在6点50，网站已经进去了，我们刚刚还刷了进去，真的打不开耶。59分了啊，7点了，出来了，100张100张，进去了吗？7点对啊，那我就不用抢了。那不用了。但这感觉速度很快，你看为什么？等下已经没了，7点整而已。太夸张了，14张，刚刚大家有看到是400张哦，哇，惊险耶！我现在在 refresh 应该没了，1分钟内完全没有。好吃耶！今天的中餐超多咖喱，你看这宽度刚刚好哦。红萝卜还没有很熟。这边还有那个讲解方改青苔哦。刚洗完澡，热水非常的不热，然后它是要那种一直按，它很快就会停的。有温水可以洗澡就很棒了。这就是露营。可是你刚刚不是在里面洗澡，外面有个妈妈哦，你知道你小孩洗的这件是这边最好的。我都觉得那个水不热了。我们6点就起来了，本来要去那个 Green Nail 嘛，因为我们是定7点到8点，但是呢雨下超大的，然后现在还是继续下，就应该说基本上一整天都在下雨，所以呢我们就打算要去简单一点的步道，又来到游客中心这里做我们的早午餐。山区的天气真的是变化多端，从夏天变冬天的感觉，现在外面才12、13度，硬要煮咖啡。我们刚刚找车位找了很久，这一条叫做 Going to the Sun Road， 就是很多步道的起点都在这条路上面。我们要走去一个瀑布，大家来到这边一定要带熊喷雾。石头都红色的哎，其实可以看到3个瀑布，这样来回都要走大概6公里左右。这个一个瀑布，第2个、第3个。St. Mary Falls 也是国家公园里非常热门的瀑布景点，是一个短程适合全家大小的健行路线。到了，我们走1.6公里左右。
瀑布有很多层，所以你可以走到更上游的地方，看到更高、更壮观的瀑布哦。走完了，花了大概2个小时左右，我们又走到最后一个瀑布，对，还蛮值得的。只是今天下雨，淋得整身都湿哒哒。这条步道推 St. Mary 这边充电的地方只有在游客中心这边，所以我们就是回来充个电，但还蛮方便的啊，至少有2个插座，然后又可以去游客中心里面休息一下。啊，下雨天真的超麻烦的。今天的营地其实就在我们昨天住的对面，斜对面，打水偏近，耶，就在对面。在后面煮东西了，我这次有带了这个叫做天幕的东西，下雨天非常需要，还有遮阳啦。但我觉得下雨就是超方便。我们刚刚那个银钉就插不进去那个土里面，超硬的。这样子在外面了。我们今天在滨河国家公园其中的一个营地，今天要特别来介绍一下这次车路的好伙伴，非常重要的装备，没有它就不能睡觉了。出来旅行有很多的住宿的方式嘛，就你可以订 hotel， 可以订 Airbnb。那这边我们刚刚大概查过。这边1个晚上要300多块，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很多的营地，那营地1个晚上只要30几块，就是价差非常的大。那你可以选择搭帐篷，或是跟我们一样，就是在车上睡觉。那这边营地也有很多 RV， 那我们是在Tesla 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找上 Snoozo 呢？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找车用的床垫，而且是要 for Tesla 的。那我们之前其实试过很多不同的，像是那个我们去年 car camping 就是用了那种3折的床垫，就是可以折3折，但是它非常的占空间。对，那我有试过它厚的跟薄的。那薄的对我来说，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侧睡的人的话，喜欢侧睡的话，屁股会痛。然后还有我们有试过，就是在帐篷里面的那种充气床垫，其实有蛮多是 Tesla 专用的床垫。那我们之前也有试过，但是它就偏薄，就是它大概就是6-7公分左右的薄度吧。那我起来一样屁股很痛，所以呢，我们这次就换了这个。那我们这一次来到这边，就我们 car camping 这一次已经大概2个礼拜左右，所以呢，那时候查到 Snoozo 这个牌子的时候，就觉得天哪，这个看起来很厉害，一定要来试试看。所以我们就要来介绍一下为什么这么推荐它。首先，它的做工真的是非常好，觉得从它的外观，就是它的拉链啊、带子的质感，你就会觉得不一样。它的拉链超级好拉的，它放得下你的这个后车厢里面。对，但我们现在是放冰箱啊，所以我们就是放在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它真的超级不占空间，它就只有这样1半的空间。对啊，那我们之前那个床垫是占了整个后面，超级大，也没有那么好收。对，说到收纳这件事情呢，它也是非常好收。它虽然也是用卷的，但是它卷起来呢，一个人就可以卷完。我们之前试过有一个床垫呢，就是你要整个人压在上面卷，但这个收起来超轻松的。这个床垫的材质非常的厉害，就是想要找有厚度、有支撑度。很多充气床垫2个人会晃来晃去的，那这个就比较不会，因为它是2层，它是下面是充气床垫，上面是记忆海绵，所以你睡起来就是非常舒服。它的好收除了是好卷起来之外呢，它的带子设计的非常的聪明，它是摊开来的时候，它是在床垫底下，那它就不会可能带子不见啊，或者是不好收进袋子里。这设计超聪明的，而且真的就1个人就可以收哎。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它到底长怎样。它还有一个设计就是呢，它有4个扣子这样扣起来，就是方便你收起来。当然，
那因为它设计给 Model Y 的，所以呢这边是可以服贴着的。那我们之前那个床垫睡一睡呢，手会掉下来。它的打气呢是电动打气的方式，所以你只要按一个钮，它就可以帮你充饱，然后你按一个钮，它就会帮你泄气。它的打气筒还可以分开充电的，我觉得它的续航还不错，久久充一次电就可以了，超像饭店的床垫，你摸起来也很舒服。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床垫，它里面这一层呢就是记忆海绵，然后呢下面这个充气床垫。然后它的外层其实还可以拿起来，我们现在没有洗过啦，但是因为它现在看起来还是很干净。然后打气了哦 ，inflate。经常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把那个门关起来，因为它打气有点声音嘛，因为它毕竟是电动充气的方式，所以我们就会关起来，然后让它自己在里面打完气。OK， 刚刚应该才1分钟左右，它就打完了，就是毫不费力。这个是不是变得超级厚？这个床垫它有一个设计，就是可以让你睡起来比较平整。主要是因为 Model Y 呢，其实如果大家睡 Model Y 的话，你后座不是会把它打平吗？打平之后它是会有一个角度，一个倾斜角度的。那你如果睡一般床垫的话，就是会这样斜斜的睡。那这个就不会。那我们其实是有加了一个抽屉，这个抽屉的设计本来就是其实是为了让你用一般床垫都可以睡得平整的。不管是我们有加了这个抽屉，或是 Model Y 它本来的设计呢，用了这个床垫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最后再讲一下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个床垫。那我觉得它真的是非常好收纳，就是让我们空间变得非常的多。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它真的睡起来非常舒服。我记得我们昨天应该就是在这个床垫上睡了快8、9个钟头吧，就我可以一直睡在这上面。有时候早上起来就阳光就是洒进来的时候，然后又睡在这上面，就觉得不想起床了。充气啊、泄气啊都非常的快。那我们今天早上其实因为外面下雨嘛，所以我们就是在里面呢直接躺在上面泄气，因为不想走出去。最后当然要讲一下它的价钱。那我觉得它价钱应该说相对车用床垫来说是比较高单价，但我自己觉得还蛮值得的啊。因为像我们这次出来快3个礼拜左右，那如果每个晚上都是住 hotel 或是 Airbnb， 真的蛮烧钱的。所以这个床垫就是值回票价，我自己觉得。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个床垫有兴趣的话，可以看我的说明栏有放一个链接，那也有折扣码，在加拿大、美国都可以买得到。就这样咯，要煮晚餐了，7点了，你去煮晚餐吧。今天真的超级的舒服，外面又在下雨了。晚安。哇，这种雨天待在床上是最舒服的。哇。这个小镇的洗衣店洗衣服，我们已经累积了快10天的衣服。我们有在营地手洗，但是因为有点难干，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个国家公园附近的一个小镇，有一家洗衣店，刚好也在这个国家公园的 Two Medicine 附近，就是南边的公园。到了一个偏远的洗衣店了，这一带。哒哒，可以买这些洗衣粉。
像金字塔哎。这个湖边还可以租船，这边呢还有观光船可以搭。我觉得它租船也不贵，租船如果2个人一艘卡亚克才32.5元。没有看到大家在划船，然后它的观光船应该是出去了吧？观光船1个人是20块，现在又在飘雨了。这个地方是滨河国家公园的最东边，走到这个就回头。太做作了。Two Medicine 的湖水非常的清澈，四周被山环绕着。相对其他滨河国家公园的景点，这里是比较宁静，人潮比较少，但是也很值得来的景点哦。本来没有要走这里，我们只要到瀑布，但是看到这个山，我们就上来了。那个还蛮累的。哇！现在几点？5点半。有半个钟头吧。不错啊。哇！好累啊！刚刚从那边远远的地方走过来的。走那么远啊？对啊。哇，是有点累，中间本来放弃了。啊，没有啊，今天本来要去走 Many Glacier， 这算轻松的。超轻松，对啊，我们连水都没有带，但熊喷雾一定要带，熊喷雾很重要。是一个边充电边煮晚餐的概念。辛拉面，这样也很省时间，因为这里充电也要花蛮长的时间。好冷，好冷，现在应该10度吧。外面实在太冷，然后现在很晚，快8点了，8点了。对，我们就还没回到营地，就在这里煮东西。泡面，我们要在里面吃这罪恶的辛拉面，还有优格。第一次在这车子里面吃泡面吧。小心不要碰到啊！对，不能拉太高这个面。看起来超好吃。好美哦！今天我们要换营地了，我们要去 Avalanche 住1个晚上。中途经过了这个叫 Ray Rock 的景点，还蛮漂亮的，就下来看了。但这条路真的很不好停车，有人要跳哎，好恐怖哦！这个就是 Lake McDonald， 这边人就还蛮多，然后这边有这个观光船，那就可以在湖边直接买票，1个人是27块。然后在湖边就有住的地方，就是有那种小木屋，还蛮漂亮的。大家来到滨河国家公园，一定会看到这个红色的小巴士，观光巴士，然后我觉得也还不错哎，它就是有3小时，还有1整天的行程，它是从1914年开始就有的。今天住的营地这边就比较森林的感觉了，就跟上个营地比起来，这边的树高很多。国家公园有一个非常不方便的地方，就是它没有水槽，就是你只能在自己的营地洗碗，你要自己去提水，而且昨天下雨，洗碗超麻烦。哒哒，今天天气好好。
要去走这个步道哦。这个步道的外面还蛮多位置，看起来已经停到里面了。我们是从营地那边走过来的。这个一开始是一个小上坡，走3.2公里就可以到这个 Avalanche Lake。早上光线很棒。这条步道真的好热门哦，好多人。这个步道有点像 Grouse Mountain， 就是森林，但是平坦很多。好期待等下看到那个湖，那应该是蛮漂亮的。我们这次是从东玩到西，但我觉得东边真的是大山比较多，当然这边也很漂亮，但是这边的海拔就是比较低一些了。我觉得如果你是从西边到东边，会觉得越来越惊艳的感觉。我们应该算走蛮快的。昨天那个营地呢是不能洗澡的，厕所也是没有灯的，所以很期待今天可以洗澡。到了，快到了，还蛮快。我们现在走40分钟。的确是蛮漂亮。对啊，很漂亮。早午餐，我们这趟中午几乎都是吃三明治，因为比较方便，可以带着去爬山。那我们现在要离开这个营地到 Aprgar， 那边有一个 Visitor Center， 我们只要住的就是那个营地，那边可以洗澡，我昨天查过了。我们来到了这个 Aprgar 游客中心，这边一样只有2个这个充电桩，还好有位置，这个也是免费的。如果你从西边进东边的话，就是这个时间6月13到9月18号，早上7点到下午3点都要申请这个 Type Entry Vehicle Reservation， 就是这边是除了国家公园外的一个 village， 这边有吃的，有咖啡，有披萨，然后有酒可以喝，还有超市，而且这边有网路，有 WiFi 可以用。啊，好可爱哦！我第一次这么近看到它，是蜂鸟，好可爱哦！翅膀好厉害。今天晚餐拦得住了，这附近看起来有一间评价还不错的披萨，然后这边也有充电站，但是是要付钱的。披萨，这很烫吗？对啊。哦。是西边的路口，就它有3个路口都有这个 Glacier 的牌子，进入国家公园的这个招牌。今天天气好，又不会太冷，所以就去帐篷。这个 shower 只有3间，而且是男女共用的，它没有分男生女生。这个地方是 Aprgar 的 Village， 我觉得 Glacier 冰河国家公园纪念品店还有这些 outdoor 店其实还蛮多的。Glacier 的纪念衣服这边也超多，对，就还蛮适合买纪念品，我就几乎每一间都有逛。觉得很方便的是，如果你临时需要一些露营用品啊，这边也都有卖。当然，可能价格会比较高一点点，毕竟这也是国家公园嘛。像这几天买吃的食材，里面都一定比较贵。原来这个熊喷雾是可以借的，这边有好多船可以租船、骑单车。这个有漂亮的这里的山，加上今天天气很好，我觉得天气好跟阴天看到的山景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然后这个是那个麦当劳湖，就 Lake 麦当劳，这边可以划船，然后旁边就可以租小，个人是24.2，我觉得还 OK 耶。然后你如果是2个人划一艘船的话，是32.5块1小时。然后天气超美的哎，那我有点想划船了。然后今天是我们在 Glacier 的最后一天，我们其实这次来了7天，我们住了6个营地，对，6天的6个晚上，但是中间有2天是阴天，有点可惜就是。对啊，下次会想要再回来走那个步道叫什么 Green Nail， 我觉得下次一定会再回来 Many Glacier， 因为我这次就是没有去到那一区，有点可惜。
这个国家公园里面有蛮多个营地的，那我们这次就住了3个地方。那这3个地方就是除了那个 Avalanche 那一个是没有办法洗澡，然后晚上厕所是没有灯的之外，另外2个我觉得都还不错。那我们就要出发去下个地方了。对，还有一个可以补充的就是呢，如果大家担心开电车来国家公园能不能充电这件事情，这个滨河国家公园主要有3个游客中心，那有2个都可以充电，就是 St. Mary 跟这个 Apgar， 那是在中间的 Logan Pass 是没有的。但是呢，这2个游客中心呢只有2个充电柱，如果有人在充的话就有一点麻烦。St. Mary 那边它是有限时间，就是只能充2个小时一次。然后像我们这2天来这个停车场呢，游客中心这边位置都是空的，所以呢，相对其他车子还更好找位置，所以我觉得开电车来是蛮 OK， 只是就要在这边待比较久。然后我觉得这个国家公园还有一个还蛮不错的点，就是它有 shuttle bus， 可以从西边到东边，东边到西边。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这3个游客中心还有路上的停车位都不是很多，如果你搭 shuttle bus 的话，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风险。shuttle bus 也是免费的，这个也很不错。真的要离开这里啦！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影片，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你觉得这个国家公园你最喜欢的地方是？认真，认真，当然是假的，